欢迎大家来到最新一集的你怎么看，我是海兰，我是妹。本节目与 FM96.7 环宇广播电台联合播出，主要借由时事探讨两性议题、人生哲学以及生活中的趣闻分享。上一次约会地点的排行让我很有灵感，我就想要做更多这个由夯到拉的这个排名游戏这样子。那今天的主题的话，其实我不确定说聊起来会不会有趣，它可能会有点无聊，但也有可能超乎我的想象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来试试看。今天的排名就是呢，情侣的休闲活动排名。我自己呢有一个理论，就是情侣间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兴趣，感情才会走得长久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要去培养一个。所以今天呢，就要来排行这个情侣间可以一起培养的兴趣。今天的排名跟上次不一样，我觉得用分数的话有点难，你说有点太难了。对，今天就分3个。如果你觉得很棒的话，你就说给到夯；如果你觉得不知道怎么评价，就给普通。对，就给 NPC 然后如果你觉得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超烂，那你就给到拉完了。好，但是其实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之前也有讨论过这种东西。我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共同兴趣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其实没有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来培养一个。所以这次可能是最后一集，没有。今天也是有助于我更加了解你啦。我们都喜欢唱歌啊，这不算吗？可是休闲活动我们总不能一直去 KTV 吧？而且我觉得唱歌有局限性，就是我不能在家里每天这样唱，邻居会把我的门撞烂。那我们都喜欢篮球啊，我觉得篮球好，我们等一下讨论嘛，这些都有在问题里面。好，那这一次的排名很多，所以如果你没兴趣或你觉得不怎么样，你就直接跳过。直接跳过。对。好。我们先讲球类，撞球你觉得怎么样？撞球，你说培养兴趣吗？就拉这算什么兴趣？就偶尔打一下而已啊，还好吧。可是撞球成本低啊，然後很轻松啊，你不喜欢？但我觉得很无聊。好，你觉得太无聊？就偶尔打一下可以。好，那桌球呢？桌球还行。但桌球你喜欢动态一点的啦。对啊，我就喜欢动态一点。但桌球就是技术吧，我觉得我不是到很强，所以就是普通。那篮球嘞？篮球，对，我们来讲篮球吧。我喜欢篮球啊，只是我觉得情侣一起打篮球很困难。男生女生打篮球超难。周董跟昆凌不是打篮球就一起打吗？也没有啊，周董还是会就是认真局跟有昆凌局就不一样，一定会分开。如果男生女生要一起打篮球，你就永远就是要有一个让女生的这样一个方式。那你要跟女朋友打不就是这样吗？不然你就去找女朋友打。对啦，我是说你会不会觉得有些女生会觉得被看不起或怎么样？你会有这种心态吗？那要看你的让步到哪里。比如说我要抢你球或是干嘛，然后你就是站在那边，你也不防守，你就让我投，我就会觉得说，那所以我们两个就是来投篮。所以男生让步的这个尺度是一个哲学啊。对啊，这是一个智慧好吗？什么都要别人讲那篮球的话，篮球明星你认识几个？这个人最近在看重温 NBA， 所以呢，我就是基本上已故的老大。屁啊！你最好没有已故的那个 Kobe 只有 Kobe 已故。对啊，就只有他。其他人都这个知道啊，然后 Jordan 因为鞋子运动品牌所以知道。然后 Curry 是他最近跟我讲。Kobe 哪一队的？湖人。对，湖人吧。他几号？24。是吗？对，不错。突然小考害我突然有点紧张，等下脸越来越红。好吧。好。题外话，所以篮球给到夯吧。夯 ，OK。羽毛球夯，因为你很会打。也没有到很会啊，就是我比较擅长。但是这是以我啊，我不知道你方面会怎么想。羽毛球给拉完了，我永远看不到球。你说你啊？我看不到球啊。怎么打？所以我觉得培养兴趣有一个点，就是除了你们两个，我觉得有一个啦，就是你们两个要都也愿意有这个兴趣。如果有一个，比如说像他视力很不好，然后我很喜欢羽毛球，然后他视力不好，我们要去培养羽毛球，我觉得就会蛮困难的。在保龄球，保龄球，可是会不会觉得打保龄球很贵？还好吧，你不要假日挑人多去，应该还好。你也不可能天天打。可是保龄球不会流汗啊。不是很棒吗？我以为因为你刚刚给篮球、羽毛球都是会流很多汗的，我以为你是很喜欢这种很热血的运动。也不一定啊。不一定。
其实主要是只要有动态的话都还可以吧。好，保龄球给夯 ，OK。排球嘞？拉完了。我超不喜欢打排球。我也是。我每次打，我不知道，就算我不断的努力想要调整我姿势，可是我永远手这一块都会一直很受伤。然后从就是国高中、大学那时候，大学大一进来都会有运动会啊，然后我们要派人去比赛，就有派我，但是我那时候是极度的不想要的，但是我想说，好吧。我高中都是发球比赛，因为人家会觉得说我可能其他运动方面不错，比如说我跑步 OK， 我篮球 OK， 然后我也愿意运动，我不是怕流汗，人家就觉得那你排球应该也可以。可是我排球就是打得非常烂，那其他人可能又没有说特别强，那就派我。就是我可能是其中一个人，可是因为我那个姿势每次打都受伤，所以呢就变成练习的一直练到那个比赛前一天，然后手就要去那个复健科啊，就是用那个电波去治疗，然后就隔天就不用出赛。天哪！对啊，就觉得反正我觉得排球是一个很难上手的运动啦。如果会的人应该就是很。可是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好喜欢排球。是吗？对啊，刚好不一样。好。反正排球给拉完了，高尔夫球平常不会玩啊，一定是拉完了。就是去那个练习场拉完了，我觉得超无聊，可能我们年龄还没到啦。有可能。交通类，我们现在讲交通类，骑车旅行你觉得怎么样？机车啊，我自己骑吗？对，我们一人一台，普通吧。普通，你觉得它可以是一个兴趣吗？我是觉得不行。我觉得不行啊，这是你都说旅行了，就是规划。没有啊，有些人就是动不动就是夜冲啊，动不动就是绕北海岸一圈啊，不行，太累了，不行哈。所以拉完了，普通啊，普通好。租汽车旅行啊？租汽车，我又没有驾照哦，就是坐我的车这样。这不是，你会觉得太危险？不是啊，但是就不是培养兴趣啦。哦，这不。这是培养你的技术吧。好，这个删掉。我负责享受这样。这个不是共同兴趣。好，再来收集火车票。你说我们一起搭火车去旅行吗？对啊。其实我觉得可以。是哦。你为什么那么震惊？因为你发现你其实还是不太了解我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讲的是休闲活动，就是我们这件事可以做很久，想到就去做。对啊，你今天想到说，比如说我们盲选一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就搭火车去了。那它就是一个，比如说我们有个铁盒子，半岛铁盒，然后里面都是装我们去的地方的火车票。我觉得其实某一种程度来说还蛮浪漫，是你日后可以回想。好，了解。收集火车票夯，好，那就给一个夯到普通中间。什么？在捷运一日游，其实这个跟火车票好像有点像。这个之前大一进一个社团的时候有玩过这个类似的游戏。好。但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啊，因为你现在就没有火车票那么。现在这个谁还买票，卡一逼就走了，对啊，比较而且这个我感觉捷运没有几站能逛，就是还是通勤为主啊。对啊，而且都是台北。好，这个删掉。再来合体骑脚踏车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我觉得还不错啊。你觉得还不错？对，给夯。但我不是那种就是演破风那种。我知道，就是我就是 U-Bike 脚踏车。可是脚踏车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可能每一次骑的路线就那一两条，你可以接受吗？啊，我们可以去别的城市骑啊。可是我休闲活动就是指想到就去，想到就去。那可以啊。就是可能我们就是有3-4条路线，就是那几条在选而已，就这样反反复复一直骑同一条，你 OK？公馆水岸啊，公馆水岸，公馆水岸。公馆水岸喝酒，公馆水岸喝酒没有。好，那给到夯。好，我蛮喜欢骑脚踏车。好，接下来是运动类，就是球类以外的运动。对，第一个是慢跑。不行，我不喜欢慢跑，太无聊。对，我不喜欢慢跑。好的。拉完了，那就不多说啦。下一个拳击，有氧拳击。好像你喜欢啊，我不喜欢。我蛮喜欢的，我以前很爱看格斗。啊，我不喜欢。好，不喜欢。再瑜伽普通吧。普通，我不喜欢。但你那个筋根本就有问题，根本拉不开，怎么可能培养这个兴趣？就叫你去，感觉是酷刑。好，瑜伽删掉。你会找一个你自己根本做不了的，然后问我要不要培养，有问题啊？如果你跟我说哇，我觉得超喜欢，我以前看了什么电影，然后我觉得很棒，我或许会为了你去培养这个兴趣啊。对啊。好，第4个跳街舞。其实我觉得普通哦，你不会觉得丢脸什么的？就学啊。以前我觉得心境有点不一样，大一的时候有加过热舞社，
那时候就觉得天哪，一个人都不认识，然后那时候原本很有勇气，就是想说要去，但是你进去之后，你也知道，就是人渐渐的长大，就知道那种套路的说法。没有啊，大家都是从零学起啊，我们也没有很会跳，进来就是认识朋友，没有人会笑你的。真的，如果在场有听众朋友是即将去大学生活的人，绝对不要相信社团学长姐说从零开始学这种鬼话。你在大学加社团，通常都是你以前就有兴趣的。对啊，你不要零基础去加一个社团，你会融入不了。就是你要真的很能扛得住旁边的人，可能听个音乐练个3遍4遍会，然后你可能10遍10几遍还是不会，就是你知道吗？通常啦，就是人对你来说啊，加油加油，你很棒，你很棒，但是他不可能一直这样子鼓励你。对，而且你又不是说，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零基础，就代表你没有接触过嘛。那你没有接触过，你可能还要自己去外面找课上啊，然后或是自己不断的在家里练习，就是你要花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练，你才可能练到跟他们那样子的水准一样子。所以我觉得，就是除非你要很有兴趣，然后除非你压抑很久，比如说我高中没有这个跳舞的环境，所以我大学就是加入这个热舞社，我大一加入热舞社，我一直练，一直练，一直练，我觉得很开心，那这样可以。但是就是你要去接受它，绝对不是零基础就能加入社团这件事情，就会很辛苦啦。bullshit， 就是能扛得住你就可以，能扛不住的话就是 bullshit。好，再来下一个溜冰或直排轮。我觉得我们上礼拜才去嘛。对啊，情人节去的。我觉得普通。对，主要是也花钱啊。直排轮你买了可能可以练啊，但是就是直排轮练一练，然后练一练，直排轮熟了再去溜冰是也可以啊。可以齁。所以就普通啊。普通，折板或滑板呢？普通。很帅吗？我觉得很帅，真的但是我觉得我没办法。是哦，我给拉完了，我自己啦。为什么？听说很多，如果有圈内人可以告诉我，我这样是不是对的？就是听说很多玩滑板跟折板的人都少一颗蛋蛋，这真的吗？这真的吗？我觉得超可怕真的哦？对啊，超可怕。那所以陈奕迅也我是陈奕迅粉丝哦，你小心一点。没有，这不是公开的事情，只是你这样讲突然想到嘛。好美。好，第7个健身房。健身房，你说一直去，就是一直重训，喝蛋白，重训。你自己，你看你现在自己的形容，你看你自己的形容，你感觉你有兴趣吗？我有兴趣啊。真的哦？那你为什么不去？我从来没看你踏进过。因为我觉得下定决心要系统性的学习，如果我没有办法规律的去健身房的话，我就不要去。所以等到我有这个时间，我可以规律的去健身房，我才会考虑做这件事情。我不去，你去的话可以吗？不行啊。哈？不行啊！我现在是在讲情侣休闲活动。我说如果我说我只对我来说拉完，但是我很强烈的觉得说你可以去，但是我不想去，那这样可以吗？我们今天只讨论情侣休闲活动。我不要。好，第8个攀岩，室内啊，我讲室内的。室内攀岩，普通吧。普通哦。你知道攀岩，我爬10分钟我就我就要回家了。为什么？完全没办法，我臂力不够。所以你才要去上面的健身房去训练啊。攀岩是有门槛的，你会想要愿意去花时间在这上面吗？你不是越爬会越进步吗？不是都是这样？我说攀岩是很有门槛的一个活动。你会愿意去学攀岩吗？你对这件事情有兴趣吗？我是有兴趣，我是可以吧？我觉得我有兴趣吧。好，就是差这个有没有这个场地，有没有这个时间？普通啊，普通，给普通。哦，好，那爬山呢？我说真的爬山啊，真的爬山？什么意思？不是象山那种？不是象山那种，就是假日我们去爬一座山。我应该不行吧？不行啊。我不太喜欢爬山，就体验那种野外生存的感觉。我可以偶尔去，但我不会想当成一个兴趣。整片山就只有我们2个人，不行，不行啊！你会觉得前所未有的舒畅？不会，我会觉得前所未有的恐惧。好，那拉完了 ，OK。下一个艺术类，再来素描。我其实是很喜欢画画，但是我很不会画画，所以我觉得普通吧。也许我再老一点。就是比如说，我们每天都画一个对方的自画像，太变态了！谁要每天都画？我可以5分钟画一个快的，也可以画1个小时画一个完整的。反正我每天都画一个。你5分钟画一个，我才不相信可以啊，我1个圈，然后2个点，不就是你？
我说这是你就是你啊，素描就是这样啊。但我也可以说我画得很真啊，我花了1个小时这样。那你每天都画5分钟，画3个点，3个圈，那你这样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啊，养成画圈的习惯。好啦，素描拉完了，我是给普通，你可以给拉完。给普通，好，给普通。做蛋糕跟甜点呢？我还蛮喜欢的所以应该会给行。爱吃啊，我也喜欢，我也觉得做可以啊。会不会觉得很烧钱？没有，做蛋糕做甜点你可以选，有些是微波炉类型的，比如说你香蕉泥，然后你加鲜奶，然后加鸡蛋，微波炉进烤箱，就有那种很简易的那种杯子蛋糕，就是看你怎么做啊。你可以先从简单的入门，好，然后因为你了解怎么做，所以你以后出去吃，你可能就会觉得有差别。好，对，你就会知道怎么分辨，比如说这个太贵了。我现在讲的是家里自己做，不是说去烹饪教室，没有那个时间。我之前都自己买材料在家里做啊。好，给行，这个不错，蛮喜欢。再来折纸，最后一个艺术类，折纸，最近跟我妈过年拜财神，学了折金元宝。普通吧。普通哦。你说没事就折纸，没事就折纸。对啊，我要花超久的力气才可以对齐一条线，对起来，所以折纸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。就普通吧。那我们接下来要讲棋类，如果你没兴趣，你就直接跳过，因为棋类真的需要很多时间练习。第一个围棋，有兴趣，给到夯，给到夯。好，我来教你下围棋。我以前是下围棋，我最高是有到5级、3级甚至初段吧，只是我没有考过那个初段，但是我那个时候是有那个实力。这么强，然后你跟我说培养兴趣，没有到很强啊，没有到很强啊，我没有任何段位。对啊，所以我慢慢教你。象棋呢？象棋也可以。给到夯。其实我觉得我对棋类都还算有一定的兴趣，就不会到。我以为你很讨厌思考，就是花很久想花，比如说你对棋类很有兴趣，他可能会花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。你不要告诉我答案，我自己想出这一手，他就觉得很有成就感。这种就是可以下很久棋的人。但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执着啊。我输了就算啦，我不会怎样，但是我喜欢玩啊。好。对啊。那在西洋棋呢？普通哦。西洋棋跟象棋的差别在哪？没有啊，因为象棋有那种半盘啊什么的，比较简单啊。象棋。对啊。没有象棋，我就讲整盘的。啊，我又不会玩整盘的。你不是在说培养兴趣吗？我就不会去学啊。半盘是暗棋，那不叫象棋，那叫暗棋。是不是用象棋的棋子来玩？对啊，但它叫暗棋啊，它的游戏就叫暗棋。对。所以嘞？所以我没有把它排进来。所以还是可以学啊。可以啊，它是一个桌游，但它不会是一个可以持之以恒的兴趣。就是你买一盘完整的象棋，你把它折一半，你还是能玩这个东西啊。对啊。我了解你。对啊，你要分那么细干嘛？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像有些桌游，它可能玩久久玩个一次 OK， 像大富翁。但你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兴趣，我没事就要来玩一盘大富翁，我没事就要来玩，很难啦。我小时候是可以这样子的，我小时候超爱玩大富翁。但是像暗棋的话，就是类似大富翁这种感觉，因为它没有很有深度。但是象棋、围棋它很有深度，你可以花很多的时间。我没事就来下一把，我没事就来下一把。对，我的意思是这样，休闲兴趣的意思是这样。我觉得要看第一个我有没有时间，就如果我有时间，我可能才会想要看攻略。就如果我有其他事情要做的话，它会被我排在很后面。我就不会想要看攻略，但是我可以玩它。那我如果不想看攻略，我玩它，那我可能就是会觉得输了就算了，我就觉得没差。那我觉得其实这不会是一个好的棋类，对你来说不会是一个好的休闲兴趣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要把它当成长久的休闲兴趣的话，你势必要花时间去研究它，而且你会喜欢花时间研究它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其实代表说这个兴趣对你来说没有到很好。没有啊，我不排斥他，就是先给他一个开门的机会啊。了解。如果我一开始就说我不要，我拒绝，那我就连碰都不会啊。好。对啊。好，那西洋棋就是普通，五子棋我蛮喜欢的。那五子棋很简单啊。五子棋不错，我五子棋超烂的。虽然我很会下围棋，但我五子棋超级烂。我几乎是任何一个新手都可以打败我。你下一个是黑白棋。我下一个是黑白棋。黑白棋跟围棋差在哪？它是完全不同的棋盘。黑白棋是放在格子里的，围棋是放在线上面，是放在2个
交叉点上面。黑白棋的玩法是什么？黑白棋的玩法是，如果一个白棋的前面跟后面有黑棋的话，它就会变黑棋。想起来，因为我会下载很多那种玩游戏的棋类运动。黑白棋你会愿意尝试啊？好，我之后一个一个来教你。其实我还会很多棋哦，我还会什么战斗棋啊，什么动物棋啊，我会很多棋。但是都不是很精。我以前很喜欢下棋。下一个音乐类没有很多啦，3个。第一个吉他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不是有吉他？对啊。你可以教我啊。你会觉得学吉他很挫折吗？会啊，会啊，很挫折，但是我还是会想学啊。只是这个就变成说，如果这个人没有想要督促我或干嘛的话，我可能就放着，想到才想要去学一下。我是觉得休闲兴趣是要连你想到都会主动来跟我说，我想要去做。那怎么不是你主动来跟我说你想要跟我一起呢？这样就好像是你在陪我，就会有。如果我不想，我就会说我不想。吉他给普通啦。钢琴呢？只是钢琴要特别去完全不会的地方。我完全不会钢琴。钢琴比较简单，它弹哆就是哆，弹瑞就是瑞，然后他手也不会痛，他可以一直练。就是你可以去外面找到一个旧钢琴。那你就像你说的啊，你日常要培养兴趣，你还要特地去外面找旧钢琴。好，拉完了 ，OK， 下一个唱歌。唱歌，我们来讨论唱歌吧。唱歌都可以吧，夯吧。就是要规定时间了。我们最近在想要不要报唱歌比赛，已经快要截止了。回去赶快弄，之后再跟大家讲有没有进，有没有报吧，有没有进，所以是一定要。等一下回去就报啦。天哪！我上一次唱歌比赛晋级已经是高一了，我每次都是什么最有希望的有力竞争者，然后被刷掉。你说给你一个入门，然后再刷掉你？就是每次我就是以前高中啊，大家都说我很会唱歌啊，然后每次去比赛，大家都想说靠，他有来耶，海南有来耶，然后我就被刷掉了。因为还有更厉害的。没有，我觉得有黑箱。最后我们来聊其他，这些都蛮有趣的。第一个摄影，普通，会想要给他机会。会啊，会想要研究光圈啊，研究修图啊，研究 Photoshop。会吧，就普通。好，再拍短影音呢？拍短影音，你会害怕出镜吗？现在已经在出镜了。不是啊，就是短影音是更外放，就是短影音你要给强烈的情绪啊，你要很浮夸啊，你要让别人呛你啊。我觉得需要训练，给普通。再来塔罗牌，因为我有在研究塔罗牌嘛，我之后应该还会再挑一集认真细讲塔罗牌，给大家科普一下。你觉得塔罗牌你会想要学习吗？会啊，会啊，给夯。再来追剧跟追动漫呢？你说我们2个一起追吗？对，我觉得还蛮好的。蛮好的。你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宅的活动？不会啊，因为我不是说我如果约会我喜欢往外跑嘛，就是前面几集大家可以去看。然后休闲活动你就喜欢在家。休闲活动就可以静态一点啊，就不一定要完全的都是动态。好，反正就休闲活动可以1-2个啊，有静态有动态。而且我们最近在看天机试炼场哦，你不觉得这样很有趣吗？就如果我们2个都有兴趣，我们去追，我们会很有话题。而且跟大家补充一下啊，算了，之后再讲。反正就是我用塔罗牌算按暂停算天机试炼场里面的题目，我有算到，我吓死了。对，反正就这样。高老师，好，这个追剧中文给夯，有很多兴趣是我以前没有预料到你会想要去尝试，也有一些兴趣是我不知道原来你那么喜欢，你会给到夯，你会特别想要去跟我一起培养。或许我们今天列出了很多夯的这些兴趣，我们都可以一一的来尝试。对我了解还不够深啊。对，那我自己目前看下来的话，我会觉得做蛋糕跟甜点，我会想要来试试看。还有围棋的话，我会想要跟你试试看。唱歌需要一点动力，我觉得多报一些比赛蛮重要。我觉得我们是不会上去丢脸的啦。真的吗？就不会说一定会得名，但是我们不会上去丢脸，中规中矩。让我很讶异的是，收集火车票这件事情，你竟然会很有兴趣。之后我有讲说我们一起去台中嘛，台中苗栗，我们就用搭火车的方式吧，就是来一趟火车旅行，来试试看说这样的形式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美好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是
大概到这里。在这些排行里面，也可以找到自己跟另一半的兴趣啊。如果没有另一半的话，你也可以先培养其中一个兴趣，然后之后遇到你喜欢的人再教给他。我觉得主要首先是不排斥啊。对，然后我还想要再录一集，就是如何教学。对，我觉得这是一门学问，教学是一门学问。然后我自认是教学是还可以的，但我旁边这位应该对这个颇有微词啊。那我们之后再录一集关于教学的 podcast 吧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本节目与 FM96.7 环宇广播电台联合播出，你怎么看？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拜。